号外！天才探长许腾宣布提前退休，退隐山林。我宣布提前退休归隐那天，全城大快人心。唯独我那自称能共享凶手视角的神探师妹慌了神，在民众给他开的庆功宴上，全程找人。我能有今天的成就，全靠我师姐许唐的栽培。我希望大家能帮我找到他。上一世，我本是名噪一时的天才探长，可每次找到线索，都会被刚入职的苏淼抢先一步公布。众人纷纷嘲笑我江郎才尽。为了证明自己，我不眠不休3个月，终于锁定了人犯据点。可当我带队赶到时，现场早已被苏淼扫荡一空。苏淼一跃成为受人追捧的新兴神探，而我被外界抨击，定死在了无能的吃物柱上。在工作和舆论的重压下，我经手保护，在追缴人犯营业时惨遭虐杀。再次醒来，我回到了围剿人犯据点的当天。好，一切准备就绪，就等你3点出发了。这是我重生到了围剿人犯据点的当天。这次案子我们可是跟了整整3个月啊！等任务结束回去，必须喝个痛快。我该怎么和他们说？这次的英雄肯定不会是我们。好，你怎么了？你怎么不说话呀？可是，万一呢？现在就出发，改走西侧小路，以最快的时间到达，快！这次我们比预计出发时间快了10分钟，说不定能抢在苏淼前面。帅蛋们，怎么冲得这么猛？仓库里有敌人平定不少陷阱啊！别动，站站。右侧敌方埋伏较多，我们从这绕过去，直捣黄龙，救出人质。果然这次还是晚了一步吗？部队他们怎么可能全部避开敌人布置的全部陷阱？是啊，还有罪犯可能埋伏的位置，也是我们提前标记过的。他们怎么全都知道？上一世也是这样。我们耗时了3个月锁定的窝点，被苏淼3天找到，还先我们一步进去解救了所有的孩子。因为你想重大抢到案子分给你们的，为什么你们3个月没有找到的地方，人家苏神探坚守后3天就找到了？你们是饭桶吗？这是一群无能的废物！如果不是你们，我孩子也不会受这么久的罪。你要怎么赔偿？哎，许队，你们太过分了！这3个月，我们许团长……其实我之所以能这么快破解案件，也多亏了我拥有与凶手共享视角的能力。我师姐没有这种能力，那也是正常的。不过师姐，我之前看到你有带着队员在案件上打牌，这多多少少有点不妥吧？是他，受过名利找你化作探长的初衷，身为你的老师，你太让我失望了。一时间，我百口莫辩，成为了众人口中的无能探长。我根本不信苏淼能共享犯罪视角，可我到死都没有想通，为什么苏淼总能先我一步说出我发现的线索，找到我锁定的凶手。既然有机会重来，这次我一定要搞清真相，绝不能重蹈覆辙。我们3个月的部署，又给苏队那边做了嫁衣。许队不是被称为天才探长吗？怎么我调到许队这边来，一个案子没破过？刚才许队让我们直接撤队也很蹊跷，不会真像外界说的那样，许队有别的心思。苏淼和我同出师门，办案思路相似也情有可原，可是怎么会巧合到所有想法一模一样？而且上辈子老师也是不分青红皂白的就指责我。他受过名利找你化作探长的初衷，身为你的老师，你太让我失望了。这到底怎么回事？喂，他也怀疑过这个路人，可是这个路人我是偶然遇见的呀，而且当时在场的也只有我一个人，他怎么会？
从侦查方向到犯人侧写，甚至我随手画的现场草图都一模一样，这到底是为什么？每个案子都不同，苏苗想的怎么会和我完全一样？这到底是为什么？啊，813连环杀人案的凶手又作案了，现在立刻带队到现场。是。阿亮，麻烦你做下续集勘探。怎么了？你在看什么？我想看看苏神探他们来没。你什么意思？我们许队还在这呢，不把我放在眼里啊？不是这个意思，你别忘了，在苏淼来之前，我们许队可是被称作天才探长的。你说你那是之前。什么？喂！好了，阿彪，住手！我知道，从苏淼来了以后，我们已经连着几个月没有办过一个正经的案子了，大家压力都很大。但是这一次，我们可是第一时间就赶到了现场。这一次，我们一定也能赶在他们前面。我说的对，这一次我们一定比他们先找到线索。好了，废话少说，开始吧。今天直到我们离开现场，苏淼他们都没有去过。这一次，我一定会提前他找到线索。虽然不知道苏淼他是怎么做到的，但是为了以防万一，我还是小心一点好。头，你一晚上没回去啊？我找到昨天那起案件凶手留下的线索了。真的吗？问题就出现在这次凶手用刀的手法上。你出来看一下。为什么会是这样？其实我拥有共享凶手视角的能力，这把锯齿刀就是我共享了凶手视角之后找到的线索，从而我们才能顺藤摸瓜抓到凶手。居然能共享凶手视角，怪不得苏神探总能第一时间破解案件。这下所有凶手都该瑟瑟发抖了，谁都别想逃过苏神探的眼睛。自从您入行后，之前名声在外的天才探长许唐就再也没有探过一场案子了。对此您怎么看？师姐她没有这种能力，破案慢也是正常的。但师姐一直以来都是我从业的引路人。引路人，这是什么意思？其实之前我们还在老师那学习的时候，师姐她就总是带一些棘手的案子过来跟我讨论。正是因为如此，所以我才能如此进步之快。那这样子说，许唐之前破的案子都是你在背后帮他的？有些话我不方便说，毕竟，我还是非常感谢我师姐许唐的。苏神探，你太傻了，快别感谢了，你绝对是被你师姐给利用了。苏神探，你真的太可怜了，用自己能力破了这么多的案子，结果却给别人做了嫁衣，我都替你抱不平。许唐简直太可恶了，这种人根本就不配当探长。许队，苏淼他们说的这些，难道是真的？难道你们也不相信我？你们看咱们许队写的这些，不是和苏淼说的一样吗？许唐，你现在立马和大家把情况说清楚，不然不仅警署受影响，你的前程全毁。走，快走。苏神探前几天才救了我们的孩子，这又破了连环杀人案，真是太厉害了。是的，不如我们给苏神探办一个庆功宴吧。庆功宴，好。好。大家不必如此，这都是我的职责。有些人啊，连职责都尽不到，我们不能让英雄寒了心。苏神探，这庆功宴啊，我们给你办定了。来。许探长，为什么苏探长来了之后，你就没有再破解过一次案件了呢？我听说你之前破的那些案子都是苏神探帮的，是真的吗？各位，我们许唐和苏探长有那么一点点误会，今天我特意带他来澄清。苏淼，你说我之前破的那些案子，都是你在背后帮我，
那我想问问你，当年教堂杀人案中锁定凶手的关键证据是什么？教堂杀人案不是许唐的成名案吗？我记得这可是特级保密案件啊。是啊，当时我还想采访来着，结果什么信息都没有收集到。许唐，你这是干什么来了？你倒是说啊，苏大神探。这个案子身为特级保密案件，侦探过程只有我自己知道，相关的所有资料也都被我亲手销毁。苏淼，这次你还能知道吗？师姐啊，我真的不知道，你为什么要问我这个问题啊？难道你忘了？还是我告诉你的？我通过凶手视角，看到他办案后，将受害者钱包里的100元大钞还编好排了序，所以我们才能锁定有强迫症的线图啊！你怎么知道？你怎么会知道？田念图，昨日里抢你师妹的推理也就罢了，今天你敢添乱砸场子吗？老师，看许探长的表现，苏神探说的可能是真的。许探长不会以为时间久了，苏探长就忘记这个事情了，所以就想借此机会来证明自己没有偷袭他的推理。这还是许唐当年的成名案，原来也是抢了苏神探长的功劳，真是丢脸！滚吧滚吧！和这只能待在一个空间啊，我都觉得恶心。为什么？苏淼到底是怎么知道的？还动手啊！你好不为之吧你！铁巡长，哎，你也欺负我！铁巡长，大姐姐，有人让我把这个送给你。原来如此，怪不得苏淼总能提前知道我的想法。号外！陈交惊现焦尸，其真实身份探人所闻。号外！苏淼，从今天起，这个探长我不当了。我倒要看看你这个新兴神探，是不是还能破得了案？许唐又在搞什么鬼？巡长，上面通知城郊焚尸案凶犯作案手段残忍，已经引发民众恐慌，必须要尽快破案。把许唐找来，这个案子他负责的。学长，我第一时间联系了许队，可是他说他已经退休回家了，这事跟他没关系了。许唐没经过我同意，他怎么敢？巡长，昨天许队让我把这交给你。这个许唐越来越无法无天了，不就昨天说话跟他说的响一点吗？至于撂摊子不干嘛，一点不顾全大局。说回家就回家，那这案子谁来办？不是还有苏神探吗？反正许唐也是靠着抢苏神探的推理才成名的，现在他走了，这不刚好吗？苏淼现在在哪？苏神探正在参加民众给他举办的庆功宴上。我现在就去找他。妹妹，你终于想通回来了，太好了，以后就平平安安的过，好吗？好，来。苏淼，快用和罪犯共享视角的能力锁定焚尸案的凶手。直接许唐去现场了吗？我这大家盛情难却，走开。对，哟，别喝了。许唐啊，提早退休了。什么？许唐这个贱人，他怎么敢？我能有今天的成就，多亏了我师姐许唐的栽培，所以我希望大家能帮我找到他。师姐许唐一直都是我做探长的精神支柱，也是我的榜样。我真的害怕他会想着他做傻事，我恳求大家帮我把他找回来。苏神探，你就是被他欺负太久了。
他走了正好，以后就是你的时代了。是啊，他这种毒瘤走了，就是普天同庆的大好事啊！别吵了，苏神探，你赶紧跟着铁巡长去查焚尸案吧，我们期待你再次破获大案。苏淼，现在爱情最重要，快跟我走。走啊！哎，苏淼，去哪儿？师姐，师姐，许唐，你在不在？快开门啊！你是找这里的许小姐吗？她搬走了。搬走了？搬去哪儿了？这我哪知道，就是看到她提着行李走了。许唐，你别想了！马上给我刊登一则寻人启事，我要头版头条，而且每一版全部刊登。啊？找谁啊？我的师姐许唐。到底是谁在帮我？糖糖，这么晚了怎么还不睡呀？好容易不工作了，好好多休息休息。我一会儿就睡。那睡觉前记得把这杯牛奶喝了。好。哎，对了，你爸白天打电话，好像有什么事儿告诉你，你记得给他回个电话。好，好，早点睡。难道是我爸？喂，爸，白天那个小男孩是你派来的吧？你是不是知道真相了？什么小男孩？什么真相？你在说什么呢？不是爸呀。什么是我不是我的？白天爸爸给你打电话是想告诉你，有个叫孙淼的女人，她在全城的报纸上都在刊登你的寻人启事。不过这件事情已经被我压下来了。谢谢爸。哎，你怎么突然宣布退演了？你不是最喜欢办案的吗？这件事情说来话长，就是这样。居然有这么离奇的事情！不过爸，我暂时还没搞清楚他到底是用了什么办法，所以我才退休归隐了。结果才一天他就着急了，全程找我。果然和我想的一样，他没了我，根本没办法独立破案。糖糖，有什么事情需要爸爸帮忙的吗？爸，你去帮我查一件事情吧。苏淼，你这2天跑哪里去了？凶手抓到了吗？喂，是许唐找到了吗？不好意思，苏小姐，我们接到通知，必须要把你登的寻人启事给撤换下来，特地通知你一声。什么？为什么？为什么要撤？上面通知我们也没办法了，再见。喂，苏淼，这2天你一直在找许唐，焚尸案没办。什么焚尸啊？哪有那个心情？我只是太担心师姐了，所以想把她找回来。案子的事儿稍后再说。苏淼，孰轻孰重，你分得清吗？许唐的你别管了，现在最重要的是把案子给破了。苏淼，我叫你办案子，你找许唐，难不成没有许唐你破不了案啊？当然不是，我现在就破。不过我要先去趟现场，否则我没有办法立即使用共享视角的能力。你们2个，既然苏淼到现场勘查了，你们2个去给他打个下手。来。苏淼，哎呀！星星神探亲涉险地，众生昏迷。苏淼，你这应对的招数，未免也太低级了。大小姐，车子已经安排好了，可以出门了。苏淼，苏淼，医生，苏淼情况怎么样？患者情况还算稳定，
患者虽然头部受到创伤，但是其他身体体征一切正常，估计很快就能醒过来了。可案子不等人啊！这冯尸案弄得全城恐慌，上面尤其重视。这苏淼昏迷不醒，这可怎么办呢？要不再找找许队？我觉得这种时候，许队和内务会坐视不理的。你说的对，嘿嘿，我这就去找许唐。猜猜我是谁？居然是你！好久不见，许唐。你不是在留洋吗？什么时候回来的？在你的案子第一次被苏淼抢先的时候。你一直关注着？也算是巧合吧，只不过是后来报刊上看到你的消息越来越频繁，我就特地留意了一下，所以找人给你传来那张纸条。只不过我没想到你做的这么绝，居然直接宣布提前退休归隐，让苏淼再也找不到你。因为我根本就不相信苏淼能共享凶手视角，因为他的每一次案情分析都和我一模一样。只不过之前我一直纠结于寻找真相，放弃了可以从根源上解决问题，还多亏了你给我的灵感。嗨，我也没做什么。哎，对了，你调查清楚他为什么每次都能提前我一步了吗？我是有查到一些事情，但是还不确定，所以我想请你爸帮我一起。我爸？叔叔都能查到是我给你传的纸条，所以我相信有了叔叔的帮忙，我们肯定很快就能查到结果。好，那我一会儿给他打电话，有什么要求尽管提。那就辛苦你了。放心，包在我和叔叔身上。许唐，我可算找到你了，快跟我回去办案。巡长，我已经退休了，局里的案子和我没有任何关系。许唐，我可算找到你了，快跟我回去办案。巡长，我已经退休了，局里的案子和我没有任何关系。你那么年轻，退什么休啊？哎呀，你都不知道，你不在这几天，局里都闹翻天了。我已经不做探长了，局里翻不翻天和我有什么关系？再说了，你们不是还有苏大神探吗？哎呀，别提了，苏淼到现场探看情况，被人打晕，到现在都没醒过来。在现场被打晕了？那凶手抓到了吗？没呢，现在断上焚尸案，2个案子压我头上，我压力大得很呐。哦，许唐，不，许大小姐，你一直是破案率最高的探长，无论外界怎么说你，我对你一直非常有信心。是吗？那当然是真的了。我知道之前的事让你伤心了，但这次外界对这个案件非常重视，而我们压力也很大，局里需要你的帮助。局里需要我的帮助，我就要去啊！我被受害者家属说失职，被报界记者辱骂无能的时候，局里在哪儿？你又在哪儿？我在局里工作这么久，破获了这么多大案，大家都称我为天才探长。听说案子是我在破，就能安心的回家等待结果。就是，大家都夸你是城市之光。城市之光，我看是警界耻辱吧。从苏淼来了以后，他每一次破案都抢在我前面，渐渐的，大家都说我是无能的庸警，就连我曾经帮助过的人，也会用最恶毒的语言来攻击我。苏淼能力出众，这也是不争的事实啊。能力出众，你知不知道，他苏淼离了我，根本没办法破案。你知不知道，他苏淼离了我，根本没办法破案。哎，徐唐，你这是什么意思啊？我每一次找到线索，他都会抢先我一步公布。我锁定的凶手，他也会提前抓到。那是苏淼，能和罪犯共享视角。你信吗？如果他苏淼真的能和凶手共享视角，那为什么在我退休之后，他召集的全城找我，而且偏偏这次焚尸案我不在场的时候，他就突然晕倒？你觉得这一切真的只是巧合吗？你说的也有几分道理，可是算了，巡长，我也不逼你相信我了。现在最重要的就是焚尸案，这个案子我接了，你先回局里把焚尸案的相关资料整理出来吧，我一会儿就去现场推理，保证尽快抓到凶手。我现在就去。
许唐，你确定要接手这个案子？苏淼到底怎么回事？我们还不确定，万一……我想了想，如果苏淼一直逃避办案的话，大家就会觉得他一直都是神探。刚才你也看到了，无论我怎么说，巡长就是不相信我。那我不如主动出击。话虽然是这样讲，但是……放心吧，我有办法。苏淼找线索、抓凶手都是靠我，那我就将计就计，在大家面前揭穿他的真面目。虽然现在证据有点不够确凿，但是我相信，只要是有脑子的人，肯定都会对苏淼有所怀疑的。你说的有道理，你放心，我也会尽快找到结果的。那我们一起努力。这苏大神探真是惨，为了破个案，被人打成这个样子。我知道粉尸案真相了。苏神探，您不是刚醒吗？怎么就知道粉尸案的真相了呢？我之前虽然一直在昏迷，但是我的大脑一直在运作，所以我看到了凶手视角，我知道真相了。苏侦探，你怎么昏迷的时候也不好好休息啊？在我心目中，案子最重要，毕竟只有抓到了罪犯，你们才能心安。我的身体不算什么。苏神探，你真是当代最好的神探。你们放心，我一定不会辜负你们对我的期望。所以我现在马上去现场，我要当众破案，还死者一个公道。大功告成。许唐，你这是写的什么东西啊？这就是我的推理啊，我就是这么想的。学长，苏侦探醒了，他说他已经共享到凶手视角，知道凶手是谁了，现在正要去当众破案呢。好，当众破案，巡长，这个是一个扬名立万的好机会啊！巡长，我们马上通知记者，跟我们一起去案发现场，为咱们的苏大神探壮声威。苏神探，这案子到底是怎么回事？凶手到底是谁？是啊，凶手杀人手法如此凶残，青天白日的杀人焚尸，实在是无视法纪。苏神探，你要把他给揪出来，让我们大家安心啊！大家安心，我已经共享了凶手视角，我现在就告诉大家真相。呀，师姐，你怎么了？这段时间你去哪儿了？我可担心死你了。你是在担心我，还是在担心你自己破不了案？师姐，你这话说的，我当然是担心你啊。徐探长，你什么意思啊？怎么一来说话就夹枪带棒的？就是啊，苏神探那可是带病在破案，你一个退休的无名探长，在这说什么风凉话？就是啊，就是够了。怎么说，许唐也破了不少案子，你们不敢诋毁他。苏淼，你快说你的。其实这次的案子，死者是一个年轻女性，我看到她被凶手拿一把尖刀直接刺中了心脏，瞬间鲜血迸溅，惨不忍睹。凶手还十分残忍，一刀不够，他还连中4刀，身上的衣服都被鲜血染尽了。你能不能闭嘴呀？一刀不够，他还连中4刀，身上的衣服都被鲜血染尽了。你能不能闭嘴呀？让我闭嘴！苏神探，你说死者是一个年轻的女子？对啊，死者是一个年轻的女性，大概年约17、18，身材娇小，面容娇俏。哦，对了，我还看见她嘴角有一颗泪痣。你说你看见她被一把尖刀刺死？对，那把刀大概5、6厘米长，把她身子都给刺穿了。苏神探，你是不是搞错了呀？你作为一个警署探长，难道没有看卷宗？就算你没有看卷宗，那报纸上也说了，死者是一个40岁左右的中年男人啊！什么？这怎么可能？苏神探，你今天这是怎么了？怎么连死者的性别都没有搞清楚？我有个问题想请教一下师妹，你说被害者是被一把长度大约在5到6厘米的尖刀给刺死的，而且刺穿了。可是
一个成年男人的身体厚度大约在10到20厘米，别说刺穿了，恐怕连刺一半都做不到吧。是你，我怎么了？我不过是有一个问题想要请教师妹你而已。宗淼，你怎么犯了那么基础的错误？哦，还有，这是一起焚尸案啊！你能看到的应该是凶手如何动火吧？为什么你的重点却是凶手如何拿刀刺杀的呢？你能看到的应该是凶手如何动火吧？为什么你的重点却是凶手如何拿刀刺杀的呢？我还没说到这儿呢。这次案件的凶手是将死者残忍的杀害，然后再纵火的。检验报告上写的清清楚楚，受害者是生前活活被火烧死的。宗淼，你搞什么鬼啊你？你故意的！我故意什么？师妹，你不会说你之所以做出这么离谱的推理，是因为我吧？我的意思是，我在这里办案，你来搞什么了？就是，这许站长不是宣布退休了吗？怎么还来现场？难道真的是他影响了苏神探？毕竟苏神探之前可是从来没有出现过这种情况。可不是我自己想来的，是有人求我来。没错，是我请许唐过来破解焚尸案的。不过在我们来之前啊，许唐已经对焚尸案做出了推理。什么？更巧的是啊，苏淼刚刚所说的和许唐半个小时前在警署所写的推理是一模一样的。什么？这么离谱的推理过程，许探长，你不会也是那么想？完了，凶手这回是彻底抓不到了，天才探长和新兴神探都陨落了。虽然这个焚尸案的凶手我还没有分析出来，但是这个推理过程我是故意这样写的，因为我想借此告诉大家苏淼的真面目。我是故意这样写的，因为我想借此告诉大家苏淼的真面目。什么真面目？就是他苏淼离了我，根本破不了案。我是什么？就是，许唐，你别太离谱了。这苏神探能破案，是因为他能共享这凶手的视角。许探长，你可就别往自己脸上贴金了。大家来看看吧，这是我半小时前在警署写的案情分析，是不是和刚刚苏淼所讲的每一句话的每一个字都一模一样？这真的一模一样哎！而且许唐说这是他半个小时之前就已经写好的，那也不可能是抄袭苏侦探。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？还不止这一次，上次人贩绑架案，我事后看到苏淼写的案情分析也和我的一模一样。还有后来的813大案，我刚找到线索，他就拿着那条线索破了案。你少危言耸听，每次破案我都在你前面，你拿出什么证据证明是我抄袭你啊？也是啊，这每次都是苏神探先一步找到线索，然后先一步破案呢。是啊，而且刚刚苏神探和许唐也没有任何接触啊。难道真的是个巧合？可是这一次，我可是比你先写出了案情分析。苏淼，你能告诉我为什么你还能说的和我一模一样？没错，这个是我亲眼所见的。苏淼，解释一下吧，这到底是为什么？苏淼，解释一下吧，这到底是为什么？他怎么晕倒了？因为这样，他就能逃避我问的问题了。逃避？你是说他装晕了？不可能吧？这苏神探怎么可能会装晕呢？是不是装晕？试一下就知道了。是不是查到什么了？我查到一个人。他？我觉得他就是破解真相的关键，所以我们还是先不要打草惊蛇为好。我明白了，不打草惊蛇，那我们就引蛇出洞。你们两个嘀咕什么呢？学长，你看咱们苏大神探
为了破案殚精竭虑，都张栋晕厥了，你还不赶紧送医院啊？不是，你是说他是？哎，巡长，这可是人命关天的大事啊，你还在犹豫什么呀？他可是苏大神探啊，他可是民众心中神一样的存在。他要是有个好歹，大家的唾沫星子都能淹死你了。嘿，一个个都在搞什么幺蛾子啊？还杵这干嘛？赶紧把苏神探送医院呐！走！我们要见苏神探啊！要见一下的。都别在这里扎堆了啊！有什么事情等苏神探醒了再说。苏神探都醒了，还有什么又不能见的？哎呀，安静！有什么消息我们会公布出来的嘛？赶紧回去吧。李提姐还公布什么？我们要见苏神探。没有见。等等，我们要见苏神探了。苏淼，没人都是傻的，你躲得了一时，躲不了一世。现在最重要的是抓紧时间把案子给破了，否则谁也救不了你。今天一定要找到徐棠，无论他跑哪里，一定要找到他。徐棠，你们两个到底搞什么鬼啊？钱巡长，我之前跟你说的事情，你现在该相信了吧？苏淼能力出众，这也是不争的事实啊。能力出众？你知不知道，他苏淼离了我，根本没办法破案。可是，他是怎么做到的呢？你们两个明明不在一个地方啊，他怎么做到跟你分析的一模一样？这个嘛，我暂时还没有调查清楚，所以需要您的帮忙。你说。徐棠，你这个贱人，居然敢当众拆穿我，害我被人质疑。淼淼，你怎么样了？你怎么样了？老师啊，我没事。你说许棠是不是知道真相了？不应该呀，我们用的那个秘法，一般人都不会知道的。我想许棠应该是误打误撞。就算是误打误撞，他也让我差点爆了，我绝对不能坐以待毙。那你想怎么办？苏淼，没人都是傻的，你躲得了一时，躲不了一世。现在最重要的是抓紧时间把案子给破了，否则谁也救不了你。我要抢在许棠前面，把焚尸案破了，只有这样，我才能挽回局面。那也得徐棠他正常破案才行啊。可是现在他怀疑你，他肯定不会轻易的破坏就范。那就看老师你的啦。我？你可是他的恩师啊。我之前当众指责他，他也不会听相信我的。老师啊，你的白头发好像越来越多了。淼淼，你救救老师！你之前答应我你会帮我。我当初答应老师，那是因为老师听话，可现在老师好像不听话了，那我为什么要帮你？我什么都听你的，我现在去找徐棠，让他一切都正常推理。这才听话呢。老师啊，那我可就等老师你的好消息啦。糖糖，吴府那边调查到隔壁灵隐寺有东西能够破解真相，我会尽快把东西拿回来，帮你破解真相。一路顺风。等走了。田县长，许棠呢？许棠在哪儿？你说许棠啊？哎，他心灰意冷，说要永远的离开这里。这会儿啊，应该在车站了。什么？这……哎呀，那么着急吗？许棠，许棠，老师，你不能走。圣哥啊，我凭什么不能走？我已经没有留在这里的必要了。许棠，老师对不起你，
老师向你赔罪。这老师怎么给学生下跪？第一次见到老师给学生下跪，这学生不怕天打人吗？老师，你这是什么意思啊？你是我的得意门生，有什么话咱们不能好好说吗？我们两个已经没什么好说的了。你的得意门生是苏淼，我留在这里已经没有发挥的余地了。徐棠，我知道你一直在探究真相，如果你不离开，我会把真相告诉你。你为什么要帮我？这里不是说话的地方，我带你去个地方，我来告诉你原因。老师，这是我之前和师妹一起破解的案子，你这是……你有没有感觉，自从你师妹来了之后，发生了很多一系列奇怪的事情？老师，你也发现了，从苏淼来了以后，每次破案都能抢先我一步，而且最过分的就是他每一次的案情分析都和我一模一样。你俩都是我的学生，你两个什么样的能力别人不知道，我很清楚。苏淼她根本没有能力在你前面破案的。那既然老师知道，为什么要当众说是我剽窃他的推理？我做这一切都是为了演戏。演戏？我早就察觉这些事情不对劲，为了探查真相，我故意演戏来迷惑苏淼，以此博取她的信任。原来如此。经过我多方打探，我现在找到了一个绝佳的破解真相的办法。什么办法？那就是你把焚尸案给破解了。我现在找到了一个绝佳的破解真相的办法。什么办法？那就是你把焚尸案给破解了。破解焚尸案啊？为什么呀，老师？他每一次的案情分析都和我一模一样，这一次的焚尸案，我好不容易让他栽了个跟头。要是我再把焚尸案破解了，他肯定还是会和之前一样抢先我一步。不会的，这次老师帮你盯着他。糖糖，你相信老师，老师一直站在你这边的。糖糖，你是老师最看重的学生，难道你忘了你之前的梦想吗？我的梦想。老师，我以后一定会为每一个含冤而逝的生命找出真相，讨回公道。你说过，你会为了每一个受害人找出真相，讨回公道的，难道你都忘了吗？我当然没忘。没忘就好。现在当务之急就是把焚尸案给破解了，其他的老师帮你解决。只要你把焚尸案给破解了，其他的真相老师帮你找。好，那我现在就破案。男，姓，年约40。蠢货！我怎么又白头发了？许棠居然开始正常推理了。死者成年男性，约40，身材健硕。我要叫这记者来，我要破案。许棠是个贱人，竟敢杀我！糖糖，你怎么不写了？不行，老师，我还是担心。你担心什么？之前苏淼每次案情分析都和我一模一样，每次都会抢先我一步破案。我已经吃过太多这样的亏了，我不想再为他做嫁衣了。不会的，老师答应你会盯着他的。你不要再犹豫了，赶快大胆的做呀！不是，我相信老师一定会帮我盯着苏淼的。可是我刚才的思路确实是卡住了，我再回去研究一下卷宗吧。这样吧，明天我一定破案。好。贱人，许棠，你个贱人！贱人！苗苗，事情成了，我说服许棠了。成个屁！许棠那个贱人根本就没有在推理，他肯定是在想办法搞我。不是，是因为许棠她思路卡住了，所以破不了案。她说她要回去研究一下卷宗，她给我保证了，明天一定破案。明天？老师，你确定吗？会不会在耍你啊？不会，我跟他说了，我说我是为了得到你的信任，我才站在你这边的。我看他相信我了，他不会说谎的。好，
那就没问题了。只要他开始推理，我就一定能藏起来他钱。那苗苗，你好，老师，现在帮我安排记者王登报声明，我还要继续踩着徐涛，成为万众瞩目的实力探员。又线上办案了，这一天中午啊。那徐队那边？哦。铁村长，许队和苏队一起来了。什么？师妹，听说你脑子好了，又要当众破案呢？我之前确实因为受伤，所以出了点失误，倒是让师姐你看笑话吧。那场笑话的确挺有意思，要是能再有一场笑话，就更有意思了。师姐，放心吧，师妹我这一次可绝对不会让你失望，毕竟我可是你这天才神探的师妹呢。是吗？那我们就……大姐姐，给你。这什么啊？让我看看。这什么啊？让我看看。还给我。怨不得师姐这么着急，原来是有男人给师姐写情书啊。要我说，师姐，你早点回家结婚生孩子得了，神探这条路注定只能我来走了。苏淼，看来你是胜券在握了呀。可惜，今天就是我揭破你真面目的好日子。是吗？那我们拭目以待吧。哎，徐涛，你要？我要破案。我也要破案，而且我要去现场，当众破解焚尸案。苗苗，我带了不少人过来，只要你今天破了这焚尸案，你就是名副其实最伟大的神探，无人能及。老师，谢谢你的帮忙。破案之后，那你能不能？老师啊，你放心，等案子破了，你想要的都能实现。等我成为众星捧月的神探，而许涛只能一辈子活在我的阴影之下，永无出头之路。苏淼，你这次真的能当众破案吗？当然能，我说了，我有与罪犯共享视角的能力。之前我确实因为头伤未愈，所以出了点失误。这一次，我脑中的画面无比清楚，我一定还死者一个公道。苏侦探，我们支持你，毕竟你之前破过那么多案子。不过我们听说你的师姐许唐也在侦破这个案子。我师姐许唐确实也在破这个案子，不过她可没有我这种共享视角的能力。兴许等我案子破了，她还在找线索，那她岂不是自取其辱？谁说不是呢？好了，诸位，现在我就要开始推理了。死者男性，身材健硕，面容稍毁，但无扭曲之态。面部稍毁，无扭曲之态，是为什么？代表他死于焚尸之前。代表他死于焚尸之前。死后焚尸？那尸检报告上写的清清楚楚，受害者是生前活活烧死。那就是尸检出了问题。为什么要死后焚尸？只有一个可能，那就是说明凶手不想让死者的面容被我们看见，因为死者的面容很容易让我们锁定他。原来是这样。那苏神探，我们接下来该干什么？我已经查清楚死者的身份，而且我通过他之前的照片，锁定了他面容上的一个特点。蠢货们，等着为我欢呼喝彩吧！这个特点可以让我立即锁定凶手。焚尸案的凶手已经落网了。怎么可能？我还没说出凶手的身份，怎么可能就落网？许唐提前破解了案情，凶手我们已经抓起来了。不可能，他怎么可能比我们快？苏淼，
你抢了我这么多案子，如今也该还。苏淼，你抢了我这么多案子，如今也该还。抢案子？许探长，你说的什么意思啊？许神探说了，苏侦探之前就抄袭他的推理，难道苏侦探之前破的案子真的有什么猫腻？许唐，你胡说什么啊？还你什么？我可什么都不欠你。再说了，这一次明明是你先抢的我的案子。我怎么抢你的案子了？我在这里当众推理凶手，马上就要抓到凶手，结果你提前把人抓了，你不是抢我案子是什么？苏淼，你脑子真的好了吗？你知道自己在说什么吗？怎么心虚了？行，那按照你的说法，之前的那些案子，我每次都推理到最后一步，就差抓到凶手。但你次次都抢在我前面抓住凶手，那是不是也可以说是你抢了我的案子？按照这个逻辑来说，确实是这样吧？那不一样，而且我有证据，证明是许唐，你剽窃了我的。什么证据？我敢说，你的推理过程跟我一模一样，分毫不差。你敢拿出你的推理给大家看看吗？苏淼，许唐提前破解了案件，抓到了凶手，你现在胡搅蛮缠，有意义吗？死者男性，身材健硕，面如烧毁，但无扭曲之态，代表他这真的一模一样。死于烧尸之前，这怎么可能？这怎么可能？怎么了？他这个表现，不就是发现了他的推理和我完全不一样？怎么可能？他刚才念的不是……好个信啊！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不一样真的不一样。这句划到的，我记得苏侦探他说了，许唐当时对着我们警署全体队员写的案件分析，写到这里，突然说错了，直接告诉我们罪犯的名字，我们把凶手给抓起来了。巡长，我这句推理写错了，但是我已经锁定了凶手，可以直接去抓人了。就是故意的。你刚才说我剽窃了你的推理，但是现在这个情况来看，应该是你偷了我的推理才对，不然怎么连我划掉的那句话都一模一样？对呀，人家写出来错的，他都一字不差的说出来了。最后人家没写凶手的名字，难怪他也就不知道凶手是谁了。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我感觉我这脑子都转不过来了。是啊，苏淼，我要亲手把你从神坛上拉下来，让你也尝尝众叛亲离的感觉。苏淼，我要亲手把你从神坛上拉下来，让你也尝尝众叛亲离的感觉。老师，你可以说许唐是假的，对不对？你可以替我作证。没错，老师一直都相信你的。老师，你……老师一直都是站在我这边的。老师，你的脸怎么突然一下子老了这么多？你的头怎么也都白了？还有脸上也突然多了好多皱纹，还有背也变得佝偻了。淼，怎么会这样？我怎么突然变成这样了？你帮帮我，你救救我！难道老师变成这个样子和你有关系啊？淼，你帮帮我，我不想变老，我不想死啊！你这个怪物，你为俺假的！你说过你要帮我的，我可没说过。你突然变成这样，我怎么知道怎么回事？你可别想缠住我啊！老师，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说过一句成语“过河拆桥”啊？老师，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说过一句成语“过河拆桥”啊？不会的，淼不会这样的，淼，你不会的，你之前说过你会帮我的。滚开，怪物！老师，看来师妹很厌恶你啊，不如你就听她的话，赶紧离开吧，去医院看看。我看您这情况吧，实在是不太妙。
您真的好像是生了场大病，可别耽误了，还是早早去医院，说不定还有救。我看是没得救了。你不能不管我，你说过你会救我的。你滚开！怪我！你要是不帮我，我就把真相说出来。真相？什么真相啊？你快说出来让大家听听啊！正好今天这么多人都在。我再问你一次，帮不帮我？看来师妹很不情愿啊。老师，你突然生了这么大的病，既然师妹能帮你，她为什么不帮啊？如果是我肯定倾尽全力帮老师。好，苏淼，既然你不仁，就别怪我不义。苏淼他，苏淼，既然你不仁，就别怪我不义。苏淼他。老师，我刚才说的都是假的，都不是真的，你们不要相信我，我脑子里不清楚，一直说了一些奇怪的话，你们不要相信。师姐啊，老师身体一向就不好，你还这么故意刺激老师，你对老师也太不尊重了吧？没错，徐涛，你太无耻了！你看我跟你师妹师徒情深，你挑拨我们俩之间的关系。老师，不要叫我老师，我没你这个学生。之前脑子不清楚，受你的挑拨，我现在脑子清醒得很，我不会再找你的道的。这又是闹哪一出啊？这沈老先生可是学术界的泰斗，怎么今天表现得如此奇怪呢？谁说不是呢？今天这师徒三人怎么回事？我说沈老师，全场看得清清楚楚，就你自己一个人在唱独角戏，一会儿要苏淼帮忙，一会儿说出真相，跟许唐有关系吗？铁巡长，你身为警署巡长，做事要公正，别以为许唐在你们警署有职位，你就偏袒他。你别胡说八道，我是就事论事而已。唐导，你要的东西整好了。唐导，你要的东西整好了。这个福袋你应该很眼熟吧？福袋？什么福袋？从来没看过。没见过？那可真是奇怪。这是我从苗大夫手里拿来的。苗大夫说，大概半年前，有个叫苏淼的姑娘从他的手里拿到过一个一模一样的福袋。你胡说！什么苗大夫？我不知道。苗大夫我也听说过，有名的很。听说他会用什么稀奇古怪的医术治病。哦，对了，听说他用毒啊。我也听说过，而且我还听说这个苗大夫是个巫医出身，邪得很。苏淼，你确定你没见过这个福袋，也不知道苗大夫？看他们这个表现，应该是误打误撞找到了这个福袋，还不知道福袋的作用。师姐啊，这个福袋我确实是没买过，不过我倒是在一个人身上见过一个一模一样的。谁？给。老师，他们果然不知道福袋的作用。师姐啊，你刚才想说什么？这个福袋怎么了？难道你是说有人想拿这个福袋谋害你？这个人不会就是老师吧？老师，你肯定知道这个福袋是干什么用的吧？难道你就任凭苏淼污蔑你？我。老师，你肯定知道这个福袋是干什么用的吧？难道你就任凭苏淼污蔑你？师傅，如果这次你要是不帮我渡过难关，那我可就没办法帮你了。这个福袋是我的，你倒是说说，你要拿这个福袋来干什么？说这个福袋是你用来谋害他的。我用这个福袋来谋害许唐的。老师，有些事情你最好是想清楚了再说。我想清楚了，这一切都是我用来谋害你。成名之前，我是整个太安界的镇山之石。可是你破了教堂杀人案之后，人人都说你是天才神探，谁还记得我沈干？你嫉妒我？不，我只是不服。要不是我教你、帮你，
你会如此炙手可热。可是你成名之后，你还记得我这个老师吗？尊敬，你所说的尊敬，在我看来不是一种羞辱罢了。行啊，既然如此，那你来说说，你拿这个福袋到底是怎么害我的？我为什么要告诉你啊？我让你一辈子都难以理解、难以解释，让你一辈子寝食难安。老师，原来你这么憎恨师姐啊！我憎恨她，我想毁了她。我本来就要成功了，可是现在完了！东西虽然找到了，但是寺庙不承认，石安又死命在我身上了，只怕还是没有办法当即的拆穿他。铁巡长，我要报案，沈安谋害我师姐，应该把他抓起来。铁巡长，我要报案，沈安谋害我师姐，应该把他抓起来。沈安，你认罪吗？我就是要弄死他，我要毁了他，让他成为过街老鼠，人人喊打。既然你认罪，那我就叫人把你抓起来。来人！徐腾，我要毁了你，让你不得好死，等着吧！师姐，我早就发现这沈安有问题。这么看来，师妹一直都是在帮我，为我好的。那当然了，师姐，我一直就崇拜你。你要是不相信，那我可以想办法证明给你看。怎么证明？师姐，你今天破获了全城瞩目的焚尸案，这可是大功一件。哦，各位，今天我师姐破获全城瞩目的焚尸案，让罪犯绳之以法，让死者安息。大家说是不是应该给他办一个盛大的庆功宴，好好庆祝庆祝？这许唐破了这个大案，给了我们民众一个安宁，就应该给他办个庆功宴。师姐，你看，师妹，既然你那么为我着想，看来之前的确是我误会你了。那当然了，师姐，我可是一直很尊敬您的。师妹，既然你这么好心，那不如我的庆功宴就交给你来操办吧。我？怎么，不乐意啊？没有，师姐，当然愿意给你办了，我给你办的风风光光的，保证让你成为全城最瞩目的探案之星。好。没想到你这个师傅对司马这么疼，居然心甘情愿给他顶罪啊！疼啊，我可不这么觉得。与其说是心甘情愿的顶罪，不如说是被迫无奈。你什么意思啊？你注意到我老师白天的表现了吗？我怎么突然变成这样了？你帮帮我，你救救我！我老师发生异样之后，他第一时间是去找苏淼求助，那就证明他们之间有不可告人的交易，而这个交易肯定跟他的性命相关，不然他不会这么慌乱，甚至甘愿替他顶罪。可是我们手里的线索就只有那个福袋，那我们就从那个福袋下手。照照吧。沈安，我调查过了，你的身体是从半年前开始变差的，而且更巧合的是，苏淼也是从半年前开始抢我的案子，在探案界崭露头角的。没错，我是半年前开始生病的，可是要没有淼淼，我恐怕早就病死了。沈安，你有没有想过，其实你不是生病，而是苏淼对你做了什么？你说什么？其实这个福袋是苏淼给你的吧？不是用来害我的，而是用来救你的。其实这个福袋是苏淼给你的吧？
不是用来害我的，而是用来救你的。看老师这副表现，我应该没有猜错。我不知道你在说些什么。老师，你的身体状况你自己最清楚了。你好好想想，如果苏淼真的是在救你，你的身体怎么会一天比一天更差呢？如果你真的想活命，不如和我合作。你能救我？贱人，你这还让我给你办庆功宴，贱人！老师，你怎么在这儿？你不是应该在监狱吗？我逃出来了。越狱？你疯了！淼淼，你是在害怕我连累你吗？老师啊，不是这样的，你现在这样……淼淼，我不想死，求求你救救我！你说过，只要你解决徐棠的推理之后，你就有能力救我的，快快把我治好！我这副身体真的撑不住了。老师啊，原本是这样的，但现在案子也破了，许棠也不再推理了，就是想救你，我也有心无力啊。你怎么知道他不推理了？他现在洗清他的名声，回归了探案界。你们清楚，结案那么多的案例，现在铁林一定让他抓紧时间推理破案的。你快看看，这倒也是没有可能。那我……淼淼，淼淼，我真的不行了，我求求你了，你抓紧时间开始吧。看在你这么可怜的份上，那我就试一试吧。行，我答应你。本是让我推理错了，其实我抓错了凶手，犯人不是他。本是啊，没想到许棠居然真的还在推理，原来他犯了这么大错。许棠，我一定让你好看。没想到许棠居然真的还在推理，原来他犯了这么大错。许棠，我一定让你好看。本市案影响恶劣，罪犯已被连夜执行枪决。文师啊，居然联合司令部一起！许棠，看来你还真是着急销毁证据。我一定不会让你得逞。走。老师，你看，焚尸案，罪犯被连夜执行枪决。难道徐棠他真的推理错了案件，抓错了人犯？许棠这次彻底完了，不仅抓错了人，居然还提前处决犯人，这下谁也帮不了他。那我们要怎么办？人犯已经处决了，现在大家都相信他是神探呀。庆功宴。庆功宴？许棠现在不是想要一个盛大的庆功宴吗？那我就给他办，我给他办得风风光光的，到时候在他最开心的时候，我去拆穿他，让他在最高处跌落下来，摔个粉身碎骨。那是个好主意。淼淼，那你看我会面上都在起泡蜕皮，你快帮帮我。老师啊，之前那个福袋被许棠拿走了，这个是个我给你新做的，我保证不出3天，老师你容光焕发。还是你对我好。对了，还有司令部，没想到许棠那个贱人居然能让司令部提前给他处决罪犯，我要让他们一起为自己的行为付出代价。
贱人居然能让司令部提前给他处决罪犯！我要让他们一起为自己的行为付出代价。这庆功宴筹办的真不错，听说是苏淼准备的，挺用心的啊。许探长这次可是破了大案，立了大功，只有如此规模的庆功宴才能配得上他的荣耀。你说的没错。哟，我们许大神探来了。许探长不愧是天才探长啊，能在这么短的时间内破获大案，还我们一个安宁，不愧是我们的城市之光啊！许探长，请。好，许唐，这是上级对你颁发的奖章，是对你能力的认可和嘉奖。他根本就不配得到这份荣誉。我不配吗？当然不配。各位，焚尸案的凶手抓错了人。哇，凶手错了。我听说犯人都已经被枪毙了。我也记得，好像听说那个犯人还是提前枪毙的。没错，一般来说，罪犯是不可能被提前枪决的。许唐之所以这么做，就是怕有人发现了真相，损害他的名声，所以想要来个死无对证。许唐之所以这么做，就是怕有人发现了真相，损害他的名声，所以想要来个死无对证。可是我看报纸上说，许探长是因为怕这个案件影响恶劣，所以才和司令部加速进程的，为了安抚民心，减少影响。这也没有啥问题啊。没问题，什么案子影响不恶劣？可为什么只有焚尸案的凶手刚被抓住就被枪决？这分明是许唐在杀人灭口。苏淼，案子可不是你红口白牙几句话就能定性的。你说了这么多，证据呢？没有什么证据证明许唐办错了案，抓错了人。苏淼，我知道你没有破解案件，心情不好，但你也不要如此捣乱了。我记得这次庆功宴是苏淼主动承接下来的。我当然有证据。那你倒是拿出来啊！证据就在你的笔记本上，你拿出来，大家一看便知。你说的是那个笔记本吗？就是这个。这个笔记本可一直都放在我家书房里，而我家的书房外人是肯定进不去的。你是为什么能知道上面的内容呢？许唐，你少往你自己脸上贴金。你一个穷鬼，家里有没有书房另说，还说的你家书房跟什么要紧的地方一样。司令府的书房，你说要不要紧？你一个穷鬼，家里有没有书房另说，还说的你家书房跟什么要紧的地方一样。司令府的书房，你说要不要紧？什么？司令府？你家书房跟司令府有什么关系啊？许唐，你该不会说你家是司令府吧？我就是这个意思。这个笔记本可一直都在我家书房里，外人是不可能知道这个笔记本上的内容的。但是你苏淼却十分了解上面的内容，你要不要解释一下这是为什么呀？解什么解释啊？许唐，你少在这儿打岔，还司令府？你以为你是司令千金啊？也不是没有这个可能。呸！许唐，你就是看在司令没有在这儿，所以才咱司令来压人。你没想到吧？我马上就能揭开你这副丑陋的嘴脸。什么？我知道，你一直都想隐藏你抓错人的事实，逼司令，还让司令提前给你处决罪犯。我今天来的时候，特意给司令写了一封检举信，揭穿你的真面目。你就等着司令来了，好好惩罚你吧。司令教训我？你开什么玩笑？我才没开玩笑，我可听说了。司令是一个非常公正严明的人，他的眼里绝对容不下你这种卑鄙龌龊、草菅人命的小人。我是什么样的人，司令可比你清楚罢了。许唐，我看你就装吧，等司令来了，你就完蛋。来了。我是什么样的人，司令可比你清楚罢了。许唐，我看你就装吧，等司令来了，你就完蛋。
许唐，司令来了，你马上可就完蛋了，是吗？不见棺材不落泪，我马上就要背不起来。看来这苏淼真的有把握，要不然他也不会把司令真的请来。难道这次真的是许侦探办错了案子，抓错了犯人？苏淼，你真的举报了许唐？司令都来了，你还问这种蠢话？许唐，司令可不好糊弄啊！他要是问责，那该怎么办呢？你还以为他有挽回的余地吗？没了！我今天就是要让他一败涂地，彻底滚出踏界。你们就是在这里给大神探举办庆功宴的地方吗？司令，你终于来了！你要是再晚来一步，许唐的阴谋就要成功了。许唐的阴谋？你是谁？我就是给您写检举信的苏淼啊！您一定是看到检举信才来的，我就知道，您看到检举信一定会来找许唐问责。错了，我不是来找许唐问责。那您是来干什么的？我来啊，是本司令听说有人在这里敢欺辱我的掌上明珠。我来啊，是本司令听说有人在这里敢欺辱我的掌上明珠。什么？看出来，就是你敢欺负我的宝贝女儿。司令，我什么时候欺辱过您的女儿？你刚才口口声声地说糖糖怎么样怎么样，怎么到现在你又不敢承认了吗？我什么时候？您说的女儿该不会是……没错。爸，就这点小事，干嘛亲自来一趟？女儿，这可不是小事情，有人敢当众指责你犯什么冤假错案，如果是真的，这个问题会很严重啊。你不是亲口答应我要好好照顾糖糖吗？怎么就照顾出来这么一个结果？叔叔，是我的错。司令，您是许唐的父亲？妈妈，你觉得本司令连自己的亲生女儿都会认错吗？我不是那个意思。许唐，你怎么不早点告诉我呀？这不重要。什么？这还不重要？你们竟然是父女吧？没错。所以，你根本就不是看到我检举信才来的。也是因为那封检举信，我看到有人敢举报我的女儿，所以我就特意赶过来，给我女儿撑腰。我看到有人敢举报我的女儿，所以我就特意赶过来，给我女儿撑腰。撑什么腰啊？许唐你办错了案，抓错了人，你这样还为他撑腰？我错了。凭什么？凭我是许唐的父亲，这个理由不够吗？你身为司令，当众徇私枉法，你就这样，你不怕被人后人诟病？不怕，因为我相信我的宝贵女儿，她的推理不会错，更不会办什么冤假错案。就算有，也是你这种人诬陷的。我才没有诬陷她，我有证据，就在她手中的笔记本里，只要拿出来，大家一看便知，许唐就是抓错了人，抓了好人，还冤杀了无辜之人。只要拿出笔记本就能证明，你敢拿出来吗？既然你这么想看这个笔记本，那你提前告诉我，你是怎么知道上面的内容的？难道你们忘了吗？我可是有与罪犯共享视角的能力啊！对啊，苏淼是有这个能力的，他共享了许探长的视角，所以他能看到许探长笔记本上的内容。好像是这么回事。苏淼，你搞清楚，你能共享的可是凶手的视角，我是凶手吗？苏淼，你搞清楚，你能共享的可是凶手的视角，还是说你能共享的是任何人的视角？我是哦，所以你以前的案件分析和我一模一样，是因为共享了我的视角，完全抄袭了我的推理啊！对呀，他能共享许探长的视角，那以前也可以呀。既然这样，那就可以解释他为什么能做出和许探长一模一样的推理了。这真是细思极恐啊！苏神探之前4次都抢在许神探面前探案，会不会就是因为这个能力窃取了许神探的推理？许唐，你少胡说，你不要转移话题啊！我们现在说的是，你推理出错，冤杀无辜之人。
你不是想看证据吗？行啊，我给你看，让你死心。那不是的，这是假的，这是假的。是空白的呀，这上面真没有苏淼所说的内容。当然没有，因为我什么都没写，也没写过。可你明明，我明明哪样，在脑海中想过。我什么都没写，也没写过。可你明明，我明明哪样，在脑海中想过。你给我找这种写完字迹就能消失的笔，效果真不错啊。当然，苏淼只要想拆穿你，他肯定会拿这个笔记本当证据。可到时候，他只会看到空白一片。那么，忘了，我们就能证明他窃取的不只是我写出来的案情分析，而是……不错。到那时候，只要他想证明你的推断是错的，那么他就必须承认他到底做了什么。我很期待。苏淼，你这么笃定我的推理错了，是因为你构想的不是我笔记本上的案情分析，而是我脑海中所想的东西啊。啥？共享别人脑子里的东西，那岂不是只要别人想什么，他就第一时间知道了？比如许探长的案件分析，只要许探长想到什么，苏淼就能第一时间知道，然后抢在许探长的面前破案。这也太可怕了吧！没有，你闭嘴！你少胡说八道，没有这样的事情。事情都已经这样了，你还不死心啊？这一切都是你的臆想，你有证据吗？你凭什么说我能盗取你脑中的臆想就是真的？想要证据？好，来人，把他带上。想要证据？好，来人，把他带上。这是谁呀？怎么老成这个样子？看着要快入土了。沈安，这是怎么回事？老师，你怎么成这样了？许唐，是你害的老师。苏淼，你知道我爸是从哪儿找到的老师吗？我哪知道？这个人是我从新华弄441号房间找到的。苏淼，这不是你的住所吗？沈安是从你那里抓到的，那就是说沈安越狱之后，是你把他藏起来了？不是我没有。再说了，我这几天都在忙着筹备庆功宴的事儿，我没见过他。而且，说不准是有人想要故意栽赃陷害我。你是在说本司令吗？我可没这么说。再说，就算是他从我家找到的，那也可能是我不在家的时候他自己潜进去的，反正跟我没关系。行，不跟你说这个了，我只想告诉你，沈安是我的证人和证据。证人？那也太得开口能指证我啊！你是觉得沈安死了就可以死无对证了？少在这给我下套！他要是能开口指证我，那我就认；否则，我能。他要是能开口指证我，那我就认；否则，我能。苏淼，你就……老师，我看你现在情况很不好，我觉得你还是应该安静点。老师，我知道你生了世界的气，觉得欺负我，想要替我打抱不平。苏淼，老师只是想指证你，可不是为了你抱不平。你少做梦了！不可能，师傅他一向最喜欢我，最疼我了，他现在突然为了你指证我，这不合理。苏淼，我没有。老师，你听到了吧？苏淼，你要不？老师，老师，老师，沈老师，老师，老师没气息了。老师。
师死了。老师死了，你这么高兴干什么？老师死了。老师死了，你这么高兴干什么？你少污蔑我！老师是我的恩师，只有因为老师，才有如今的我。我怎么可能会高兴？你当然会高兴了，因为老师死了，你就可以死无对证了。你说的，好像是我害死老师一样，可大家都看见了，老师是自己气绝身亡的，跟我无关啊。是吗？当然是。你们看看。我手上还有老师吐的鲜血，要真是我干的，我肯定躲得远远的呀！大家请看，这是沈安的身体检查表，上面写的清清楚楚，他的身体是从半年前开始突然恶化。沈安是我和苏淼的老师，但其实他也就才45岁，可是大家看看，他现在看起来像几岁？沈安才45岁，看他这个样子，比我那80、90岁的爷爷都老啊！是啊。我太公公今年90多，比他精神多了。徐探长，沈安为何会这样？正常人也不会这么急速的衰老啊。是啊，正常人是不会这么快速的衰老的，但是人为可以。正常人是不会这么快速的衰老的，但是人为可以。为？对。是什么人啊？沈安是从半年前开始衰老的，大家可还记得？苏淼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在探案界崭露头角的？我记得是半年前面粉厂的案子，那案子死过不少人，当时我们以为会是许探长您破的案，但结果却是苏淼破的。不错，面粉厂的案子，我不眠不休3天3夜才找到了线索。可就在我即将抓住凶手的时候，那苏淼却提前一步把凶手押解归案。这个事情我可以作证。当时许唐3天3夜都在警署办公室，第3天要和我们说线索的时候，苏淼他破案了。天哪，又是这样抢在前面。我说了。我拥有凶手共享视角的能力，但刚开始的时候，我并不能随意施力。但正好是这个时间节点，我共享到了。这有什么问题吗？问题就是，从那次破案之后，沈安突然吐血住院，头发也开始变白。你凭什么说这2件事情有关联啊？没有关联，难道是巧合吗？一次巧合也就罢了。2次、3次，这世间未免也有太多的巧合了吧？就是巧合，而且没有实证。就凭你在这儿红口白牙的臆想，就想栽赃陷害我？我告诉你，没门儿！谁说没有实证？这个是实证。谁说没有实证？这个是实证。这是沈安的福袋，也是当时苏淼你亲自从沈安身上拿出来的。一个福袋而已，况且什么都没有，能算什么实证？一开始我也没有发现这个福袋秘密，因为里边确实是空的，什么也没有。既然什么都没有，那还证什么证？我本来以为是这个福袋里面的东西在作怪，可是我想差了。其实作怪的不是里面的东西，而是这个福袋本身。这个福袋的布料在毒液里浸泡了77、49天，所以这个福袋本身就是毒物。不错，这个福袋不会一下子让人毒死，但只要佩戴在身上，慢慢的，人就会衰减，就像老师这样。沈安吐血身亡，就是因为不久前，你又给了他一个更毒的福袋。你凭什么说这福袋是我给沈安的？况且，你不说老师帮我吗？那老师帮我为什么要害死他？因为你窃取了我的成果，成就了自己的荣耀，这样的事情
只要没人说出去，你就会荣光无限；但只要暴露了，就会万劫不复。而沈安作为这件事情的知情者，你自然不会让他活太久。而沈安作为这件事情的知情者，你自然不会让他活太久。你少在这胡说！说了这么多，没有证据吗？把证据拿出来！没有证据，少在这污蔑我！你不就是觉得沈安死了，死人不能言，你就可以死无对证了？反正没有证据，我是绝对不会认罪的。哼，你以为我们在调查出这么多东西之前，不会提前做准备吗？这什么？你身为探长，不知道这是认罪书吗？谁的？当然是老师的了。他在越狱前就已经写好了认罪书。要救我，只要把你知道的都写下来，我就能帮你。写下来？对，写一份认罪书，把你知道的、做过的全写下，然后摁上手印。你确定能救我？我确定。所以你们早就合伙起来了，所以他来找我也是。没错，从他去找你的那一刻起，你就已经踏入了我挖好的坑。所以你们早就合伙起来了，所以他来找我也是。没错，从他去找你的那一刻起，你就已经踏入了我挖好的坑。半年前，淼淼进入探案界，我答应帮他把许唐拉下神坛，助他上位，他能窃取许唐的推理，而我则是利用许唐恩师的身份，在关键时刻打压他，指正他，让他为千夫所指，万劫不复。天哪，这果然是真的！这苏淼果然能窃取许唐的推理啊！我之所以答应淼淼干这件事情，是因为我的身体情况突然变得很糟糕，医生也找不出原因。而淼淼说她可以救我，她给了我一个福袋，我佩戴上之后，身体确实略有好转。从此，我就十分相信淼淼。你胡说！你胡说！这都不是真的。于是，从面粉厂案、水平饭店案，再到人贩案，淼淼都能提前悉知许唐的推理，而我也在许唐意识到不对，找淼淼对峙的时候，上去指责他，甚至证明许唐以前也是盗取苏淼的推理，把他彻底钉死在耻辱柱上。天哪，我都知道这些事情，当时我还以为是沈安对许探长的无能和无理痛彻心疾呢。谁不是呢？现在想想，我真该死啊！混账东西，竟然敢这样设计我的女儿！我也没想到啊，之前我们都误会了许唐。哎，真是的，都是胡说，这都不是真的。况且许安已经死了，这认罪书没准是许唐用来栽赃陷害我的。你不就是觉得沈安死了，你就可以继续嘴硬？但如果沈安还活着呢？你不就是觉得沈安死了，你就可以继续嘴硬？但如果沈安还活着呢？沈安他没死，不可能，沈安他死得透透的了。苏淼，我还有一口气，我让你失望了啊！所以刚刚一直都是在演戏。不对，你明明一直带着那个福袋。我带着那个福袋是吗？啊？老师，这个是我们从苗大夫那里得到的，可以减缓你身体器官的衰减。那。你也不怕我们害你啊？我都这副模样了，还怕什么？哦，对了，这是苏淼给的我新的福袋，赶快把这个毒东西拿走，拿走。为了防止苏淼起疑，你拿着这个吧。放心吧，没毒。原来是这样，你们心机也太深了。是你心机太深了吧？原来是这样，你们心机也太深了。
是你心机太深了吧？苏淼，我那么相信你，帮着你，你竟然想要我的命！苏淼，你还有什么话可讲？徐涛，你少扯开话题了。现在说的是你抓错人，联合你的司令父亲，把凶手杀了，你该怎么狡辩？啊，真不好意思啊，那个也是我炸你的。什么？犯人不是他。推理出错，抓错罪犯。糖糖，这就是你给苏淼新挖的坑。是，我不止写出来了，我还在脑海里这样推理了一遍。我想，他一定会相信的。可是，经过前几天发生的事情，我想，他应该不会这么轻易上当。没关系，我还有别的办法。原来你是故意骗我的，你这个贱！当然。糖糖作为天才探长，怎么可能抓错罪犯？也就只有你这种蠢货会相信吧。不可能，都不可能，我才是神探。你怎么还没有从你的美梦中醒来啊？我就是神探，我是神探，我是神探，我是神探！放开，放开我！我是神探，我是神探，我是神探！放开，放开我！放开，放开我！苏淼，从前你一直和我在沈安那里学习，可那个时候你并没有窃取我推理成果的能力，你到底是怎么做到的？又是从哪儿得到了这种能力？想知道啊？你猜我会不会告诉你啊？你不打算说？当然不。徐涛，你把我抓了，把我送进大牢又怎样？你要杀了我啊？杀你？你要是杀了我，那你这辈子都别想知道真相。你要是不杀我，那你这辈子就要活在我的阴影之下。以后你要是推理，我就把你所有的推理全部都给你抖出去，到时候你一辈子都别想破案。你他已经疯了，把他带下去，押进大牢，严加看管，不许任何人靠近。他说的没错，杀他，我将一辈子无法知道真相；不杀他，他会影响我一辈子。你说的这两种情况都不会发生，这天底下没有免费的午餐。他得到多少，就会失去多少。你的意思是？他命不久矣。你的意思是？他命不久矣。徐涛啊，徐涛，还想安安心心当你的神探？做梦！只要你敢推理，我就……我的手，我的手，我的手，为什么会？还有白头发。徐涛，你对我做了什么？陈毅，你真说对了，他真的也开始衰老了。看来这种秘术的确会反噬了。不错，他以前通过这种秘术窃取你的推理，只要他成功一次，其实也算是在供养这种秘术。只不过他后来一次又一次的失败，无法供养秘术，所以他的报应就来了。是，你用这种办法获取了不属于自己的东西，本来就有违天理。你以为不用付出什么代价吗？你不是想知道真相吗？好啊，我告诉你，我做交易。不用了，你所有的秘密我都已经知道了。不可能！半年前，你得到了这本书，这本秘籍上记载了这种秘术，你当时就如获至宝。为了合理使用这种能力，你就说你能和罪犯共享视角，但其实你能获取的是我的办案视角。苏淼，你已经被反噬了，天道好轮回，你得到多少就会付出多少，你就在这儿慢慢享受属于你的报应。
要走，不要走！许棠，回来！你个贱人！一定会超过你，成为最有名的神探。这一次，我终于找出真相，拿回属于自己的荣耀。余生，我会继续热爱探案，为冤种呐喊，还世间清贫。